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黄梁村最近人心惶惶的，因为他们村很多青壮年失踪了，而失踪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去了村子里最大的那座山上，去了之后就没再回来了。黄梁村比较偏僻，但是村子里的人口比较多，平时大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。只有在农忙结束的时候，村子里的青壮年才会上山打猎，或者找点别的山货，以贴补家用。平时农事不是很紧张的时候，家里的男人也会上山去逛逛，如果能打到点猎物，还可以打打牙祭。大家每天都过着平静祥和的日子。而这次上山，主要是村长说他在山上看到了大野猪，然后选了10多个年轻力壮的上山打野猪，可这回野猪没打到，人还都不见了。村长黄明业很焦虑，因为丢失了男子的家庭，都会有一个女人跑到他家里哭，要他想办法。眼下整个村子已经有10来个男子不见了，他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亲自组织了20多个青壮年，大家一起去找。本来那些男子都不敢去，但是黄明业说了，如果不去，就不是这个村的人，没有集体意识感，以后也不用住在这个村了。一群人战战兢兢地在那座山里找了好几天，几乎把山踏了个遍，还是没找到。而后也去旁边的小山找了，都是没看见一丝痕迹。至此以后，村里面就传开了，说那座山里面有吃人的妖怪，再也没人敢上去了。失踪的人没找到，找村长也没解决，只能报官了。黄梁村所属县衙的知府叫周清，是一个很有能力而且还负责的官。他知道这件事后，大为震惊，在他的管辖范围内，居然有10几个青壮年失踪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所以他马上安排好衙门里的事，自己带着一个随从，6个功夫不错的衙役，亲自往黄梁村赶去。他倒要看看是何方牛鬼蛇神在作妖。按照这么些年办案的经验，他还暗中派了2人跟随，因为很多的事情，明面上的人是不好去查的，必须派暗中的人去查，才能不打草惊蛇。来到黄梁村后，已经是傍晚了。黄明业早早的就在村口迎接了，看见周知府一行的马车，他连忙弯腰迎了上去。知府大人辛苦了，现下已是傍晚了，还请知府大人到寒舍歇息一晚，明天我们再上山去查吧。周清看了看黄明业，道：我们先去山脚下看看吧。黄明业连连点头称是，带着一行人往那座山的山脚下赶去。村里面的人知道知府大人亲自来帮他们找人了，都看到了希望，带着急迫的心情，也都跑山脚下去看知府怎么找人。待看到知府大人只带了7个人，他们都道：知府大人啊，这山里面有吃人的妖怪呀，你带这么点人还不够那妖怪塞牙缝的，怎么上山找人啊？周清听完笑道：我带人来是要缉拿那歹人归案的，可不是来喂妖怪的。我听说你们已经上山找过了，如果真有妖怪吃人的话，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你们什么都没找到，说明是人干的。他们抓了人之后，把痕迹都抹除了，那我们就要跟他们斗智斗勇了。众人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到底是知府想问题都比自己想的通透些，于是便不再吵闹，由着那知府站在那山脚下，看着山思索。周清看着眼前那巍峨的高山，心想着，这里可真是个为非作歹的好地方啊，做点什么事不会被看见，也不会被听见，幽深的颜色还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妖魔鬼怪。可他周清寒窗苦读10几载，怎么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妖魔鬼怪？他只相信人定胜天。周清想完，又看了看旁边那几座比眼前这座矮很多的小山，
问黄明业道：“确定那10几个失踪的人都是在这座大山里面失踪的吗？有没有可能去了旁边的小山？你们找了一下没？”黄明业忙道：“都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”周青眯着眼睛盯着旁边一座山，用手指着道：“我怎么好像看见那里有房屋？”黄明业一听，眼神闪了一下，回道：“那是几年前新建的一个尼姑庵。”说了这一句，就没有下文了。周青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详细说说。”黄明业只能又说到几年前来了几个尼姑，到山上去转了转后，决定在山上建一个尼姑庵。那时还在我们村上住了几个晚上，说是想考察一下适合不适合建庵。后来决定建之后，他们就一直在山上搭房子住了。我们也从来没去看过，毕竟有这么远呢。几个月后建好了，又来了一些尼姑，现在大概有10来个了吧。他们不常下山，1个月只下山补一次东西。周青听完，想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房子建得很好吗？”黄明业惊了一下，看了看周围的村民，道：“就是一般的房子，建了有10来间的样子。”周青看他又不说了，又问道：“那他们从哪来钱的？”黄明业又道：“听他们说，他们家都不是穷人，只是觉得红尘乱人心，想要求个安静，便结伴到这山里来清修。他们自己也会种点小菜，只需买点米什么的就行，也是不需要很大的开销。”周青听完，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转头说道：“好了，明天再说吧，我们今天先歇息。”众人一听，什么都苗头都没发现，就回去了，心里难免失望。而那些有失踪人口的家里人又开始哭起来了，一个个喊道：“还请知府大人抓紧时间找人呐，还不知道他们受什么苦呢。”周青安慰他们道：“找人需要时间，你们切莫太过心急，且由我想一个晚上，明天再做计较。”众人听罢也是无奈，他是知府，不是神仙，确实不能逼得太急，不然他了手不管了，那些人就更难找到了。于是便不作声，看着周青随着村长走了。他们才离开，吃完晚饭，那6个衙役各自去休息了。周青带着他的随从在村长安排的房间，静静地思索着。那随从叫小武，看似负责周青的饮食起居，其实是周青的贴身保镖，也是一个1等1的高手。想着想着，周青忽然说道：“那村长不对劲，还有那个尼姑庵，感觉村长好像不是很愿意跟我说那个尼姑庵的事。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；我不问，他也当作不知道。还有那个尼姑庵，我总觉得很怪异，一群女的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建个庵，太诡异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摸着下巴，又疑惑的道：“我没问年龄，那个黄村长也不说，而且黄村长说他们只是建了10来间普通的房子，却建了几个月，这也不对。几个月的时间，2个县衙都可以建好了，莫非他们建了别的暗室？可尼姑庵建暗室有什么用呢？”想着，他吩咐小武道：“你赶紧去跟他们几个说，今晚就辛苦一下，安排1个人盯着村长和他的家人，再安排几个人去夜探尼姑庵，一定要小心。我觉得那个尼姑庵不一般。”小武听命，立马就下去安排了。周青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他在想，那些人到底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抓去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青壮年？是因为只有青壮年上山了，还是只需要青壮年呢？周青有一个习惯，只要他觉得脑子很混乱的时候，他就会拿出妻子给他缝的荷包闻一闻。那荷包里面装了一些提神醒脑的药物，闻了之后能让他在一团乱麻中有精力去找线头。这会他觉得他的脑子又糊涂了，他需要清醒一下，所以他又拿出那荷包放在鼻子下闻了起来。他闻着闻着，脑子里忽然闪过前段时间跟临县知府通信，
那也是他多年的好友，两人经常保持联系，有什么解不开的案子，也会相互讨论，看对方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，出主意。他在信中说道，他们县城一下子失踪了30来个年轻的女了，都是17、18岁的年纪，相貌都还不错，就是忽然那么几天失踪的。然后有人报案，官府出面查的时候，又没有一个再失踪了，只是他们都是县城里的人，不同于这边都是乡村里的人，而且两地相隔了1天的路程呢。他的那个好友现在还没能破案，他那时也去临县待了几天，也是毫无头绪。最奇怪的是，那些人都是在家中睡觉，第2天发现不见了，然后再没找到人，好像忽然凭空消失了一样。不知道这2个案子是否是一伙人搞的，他那边没有踪迹可寻，我这边倒是发现了一丝不寻常之处。思索了一会，周青也是没什么头绪，还是先休息，等随从来告知他探查的情况再做打算吧。周青休息了一会，小武就回来了。他跟周青说道，村长家的人都没有异常，但是那个尼姑庵守卫很森严，绝不像那个村长说的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尼姑庵。普通的尼姑庵可不会放那么多守卫。周青一听，脑子瞬间清醒了，又问道，你素将你们此次碰到的事全都说与我听，要事无巨细。小武思索了一下，到您吩咐了我之后，我就去他们的房间安排了。因黄村长家的人是分2个房间睡的，他和他妻子一个房间，他的2个儿子一个房间，所以我便安排了2个人各盯一个房间。后来盯黄村长那房的人回来跟我说，黄村长2口子一直在房内没出去，只是半夜的时候，房间好像传出了一丝异响，可能是找夜壶还是什么的，也没看见人出来。他儿子那房间就是呼噜声，可以确保都是在床上睡着的。然后剩下的5个人就去探那尼姑庵，我们5个人是走的5个不同的方向，想要各自探访，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尼姑庵的暗处隐藏了好几个守卫，就我们几个看到的就有8个，东西南北各一个，每2个方向的中间还有一个，我们根本进不去，只能躲在暗处观察了一些时间。房子确实很普通，就是普通的泥瓦房。后半夜的时候，有几个尼姑去跟那几个暗卫说了几句话，就回房了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。周青听完，眼神一下锐利起来，看样子那尼姑庵果然有问题，不知道这次人口失踪是否就是那尼姑庵搞的。还有那个黄明业村长，总感觉他在为尼姑庵遮遮掩掩的，不知道是否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尼姑庵那泥瓦房肯定是不用建几个月的，绝对有地下暗室，这个可以肯定了。想着，他又记起小武说的黄村长房间的那一响，忽然他站起身，对着小武道，明天我们上山查案的时候，你吩咐案中的那2人，一人去那村长房间里面查一下，看他房间是否有暗室什么的，记住，一定要隐秘，别被任何人发现。吾怀疑他昨晚去尼姑庵报信了，然后另一个在我们明着去那尼姑庵查访的时候，他暗中也查探一下暗室的事。小武点头称是，便往外间走去。趁着天还没亮，2人又抓紧时间补了下诀。第2天，黄明业一早就很殷勤地出现在了周青的面前。他问道，知府大人，今天可是要去那尼姑庵看看？那我们一会吃了早饭便可以出发了。看着点头哈腰的黄明业，听着他说的这些话，周青越发觉得昨晚他房间那声一响，怕是不简单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表现出来，默不作声地点了头。吃罢早饭，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出发前，很多村民都想跟着一起，被周青严词拒绝了。一堆的人去，不叫查案，那是在告诉歹人，
我们来了很多人，你赶紧把所有有疑点的东西赶紧藏起来。”村长黄明业也是极力阻止他们去，他们便只能留下了。去尼姑庵的路上，周青看着黄明业道：“黄村长在村里还挺有威望的。”黄明业一听，弯腰道：“我一直都勤勤恳恳地帮他们办事，他们自是会感激我。”周青又道：“黄村长的2个儿子可有定亲了？看着好像也不小了。”黄明业听此问，一脸惆怅的道：“我2个儿子都有自己看上的姑娘，奈何那2个姑娘都是县城里的人，人家说了，要想娶她们可以，必须要在县里买一个房才行。这可把我老2口急坏了。那2混小子又非他们不娶，我只能随他们去了。”周青听完，只笑道：“你那2儿子眼光还挺高。”便没再作声。那尼姑庵看着没多远，走起来倒是距离不近，愣是走了1个多时辰才走到。到了之后，黄明业跑上前敲门，很快就有人来开门了，是一个30来岁的尼姑。他看向周青一行人道：“此处乃是尼姑庵，如此多的男子过来，诸多不便。如果众位想进来歇息，恕贫尼不能通融了。”周青心想道：“还挺能装。”但是他也没出声，看了眼黄明业。黄明业心领神会，走上前，向着那尼姑道：“我是山下那黄梁村的村长黄明业，这位是我们县衙的知府周青大人。此番前来是为了我们村失踪的那10来号人，想要进去看看。”那尼姑一听，生气的道：“莫非周大人是怀疑我们庵里藏了那些人？我们庵里全是女人，还请大人不要污蔑我们才是。”周青淡淡的笑道：“还请道姑允我带人进去看看，只是官府查案的流程，走个过场也好安抚那些失踪人口的家庭。官府的人进去查看，总比他们闯进来要好一些吧。”那尼姑听到这话，对周青说道：“那请你们稍等，我得去请示我们庵主。”说完又掩上门走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带着另一个尼姑前来，想来那另一个尼姑便是他口中的庵主了。那尼姑来到门口，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道：“有礼了，既然是官府查案，就请诸位进来吧。只是还请周大人吩咐一下，别让人冲撞了我们的庵的姐妹才好。”周青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这点还请道姑放心。”一行人进来后，周青询问道：“可否让庵里的道姑都出来见见？”那尼姑听了，对他点点头，又吩咐了一声身旁那个尼姑，那个尼姑就走开了。没一会，从屋里走出了11个尼姑，加上那庵主，总共是12个。看这些尼姑的相貌，差不多都是20、30岁的样子，长得都很普通，属于丢人群里就找不到了的那种。周青问道：“可否知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呢？”那庵主回道：“都是受过情伤苦命之人，跟家里的人都已经断绝关系，只带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到这山上作伴，只图安静地度过余生。那些红尘之事就莫要再问了吧。”周青明知他们不会如实相告，他只不过在为那个暗中调查的人拖延一点时间罢了。之后他又在庵里转了一会，这个庵实在不大，要问的也不多，眼看实在没理由再待下去了。周青便道：“打扰各位道姑清修了，告辞。”那庵主手掌放在下巴下面低了一下头，看着周青他们出门后，便把门合上了。黄明业一出尼姑庵，仿佛松了一口大气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对着周青道：“周大人，你看这尼姑庵连藏个人的地方都没有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。要不咱还是到山上去看看，看是不是被什么野兽吃掉了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”周青道：“也罢，那就去山上探查一下吧。从尼姑庵走到那座山，距离也不是很近，
到了山上后，几个衙役就分散开来找线索去了，只留了个小武在周青身边。黄明业见了，忙道：“周大人，现在还不知道这山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，不好让人都分散着走，还要保护你呀，还是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寻找比较好。”周青听完，也没看黄明业那好似担心他安危的焦急模样，心想怕是害怕我们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吧，但是不能让这黄明业看出什么，所以倒没关系。他们6个都是身手很好的，而小武也还可以，会2下拳脚功夫，碰到大型野兽，保证你不会受伤。黄明业还想说什么，周青直接打断了他，让他保持安静。在山上找了几个时辰，等那几个衙役再出现在周青身边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，回家可以吃晚饭了。可他们中饭都还没吃，看到回来的衙役手上什么都没拿，黄明业放松了许多。他看周青在看他，忙道：“刚他们走开，可把我吓坏了，生怕有什么野兽出来袭击周大人呐。”周青笑道：“多谢黄村长关心了，我们这便下山吧，回去再仔细想想哪里出了错。”黄明业连连点头，带着他们下山了。吃完晚饭，周青借口今天实在太累了，爬了一天的山，早早的就歇下了。但他回到房间后，那2个暗处的人立马现身出来汇报了。查探黄明业房间的那个人道：“回大人，那黄明业房间里没有暗室，却有一个暗道。你们走后，黄明业的妻子一步不离地守在房间里，还是我向他喝的水里投了一些巴豆粉才进去的发现的。那暗道在房间唯一的柜子下面，我下去之后，一直通到尼姑庵方向，尽头有扇门，我悄悄地把门撬开来进去了，然后和老二碰上了。”周青听完，又看着老二，老二就是另一个暗卫，那个探访黄明业房间的叫老三。他点头道：“我去查尼姑庵，还是在你们在门口那会才进去的。他们那里确实有8个守卫，而且那守卫的功夫应该不在我之下。我进去暗道后，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守卫，还跟他动了手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打晕了，藏了起来。我还听到了2个尼姑的对话，他们说什么好像是要把人转移，因为这里已经被人怀疑了。后来我就跟老三碰上了，我们又在暗道里走了一会，发现那里面的暗道错综复杂，我们不敢再深入，怕碰到更多的人，想着先回来跟大人汇报一下，看大人的安排。”周青听到这，唰一下站起来，道：“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现在已经能肯定，就是那些尼姑抓了那些失踪的人。”说完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小武，你快马加鞭，回县衙多派些人手过来，现在就走，一定要多派些人。”然后他又要那几个衙役，一个人负责把黄明业一家控制起来，2个人去尼姑庵那边看着，剩下的3个人去村子各路口暗处守着，站高一点，因为不知道暗道的出口在哪里，只能这样安排了。想着他们人多，要撤退也没那么方便，吩咐衙役发现异常立马回来报告，而2个暗卫则待在他身边，等着大部队过来。那黄明业被抓的时候，还莫名其妙喊着他们抓错人了，直到周青把他带到他房间，把柜子一开，他才颓废地坐在了地上。他妻子也是知情人，这会看他们知道了暗道，也是吓懵了。周青看着黄明业道：“这会害怕有什么用？跟他们合伙残害自己同村人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害怕？”黄明业叫道：“我没有害他们，那些尼姑只说让我把人叫去山上，他们抓走了之后，过几天会放人的。可没想到，人一去就被他们不知道弄哪里去了。”周青又冷笑道：“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天真，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？
黄明业老泪纵横的道：“他们给了我200两银子，才刚够在县衙买2个小房子。”周青道：“你也算是一个慈父了，但是对于那些失踪的人，你就是刽子手。”听完，黄明业哭得更加厉害了。小武很快，第2天清早，大部队就来了。看着那几百号人，想着那些衙役也没回来禀告，想必还没有什么发现。周青手一挥，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在那2个暗卫的带领下，向尼姑庵行进。他们走得很快，到了尼姑庵之后，破门而进，发现里面空荡荡了，想必是看到这么多人上山躲起来了。刚好那2个暗卫知道暗道入口，带着人从那门口进入，只要有分支路，就分一些人过去追。结果在3个出口不远处追上了那群人，而那3个出口有一个就在那座山上，隐秘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。一番打斗后，终于制服了那群人。没想到那些尼姑也个个是好手，而那10来个村里失踪的青壮年也赫然在列，还有很多年轻相貌较好的女子也在其中。不管男女，都绑着双手，然后用一根绳子牵着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被绑着，走得很慢，才被官兵追上。如果那些尼姑和守卫放弃这些男子，官兵还不一定能追上他们。抓到人后，那10几个男子就让他们的家人领走了，而那些被抓的女子，还有尼姑守卫，都带回县衙进行审讯。大堂上跪着20个人，个个眼神都凶神恶煞的。那几个尼姑把帽子一摘，头发都长着呢，根本就是假的。周青看着他们，厉声道：“快从实招来，否则棍棒伺候！”那些个男女也都是很绝色，个个瞪着周青，一副打死不开口的样子。这时候，师爷在周青耳边说道：“大人，还是分开审讯更好，各个击破更容易。大家在一起，会激发出这些人的义气，到时候没人会说。”周青一想，自己真是糊涂了，居然没想到这一点。于是他赶紧安排人一个一个审，不说的就用刑。周青又让他们主攻那个假冒庵主，因为他是庵主，知道的肯定比别人多，而且她还是女子，更好击破一些。果然，周青的决策是对的。没多久，那个假冒庵主就坦白了，原来他们全是一个青楼里的办事人员，都是孤儿，从小被青楼的老板养大，专门负责从各地寻找年轻女子，送到那边去，保证那边有源源不断的新人。近2年，东家又新开了一家小官馆，所以他们才急于寻找年轻男子。他们在那个尼姑庵待了几年，都是从各地找了年轻女子后，先在那边待一段时间，等风声没那么紧了，再往外送。这次是因为那边要得急，说是不管好不好看，只要是年轻力壮的就行。我们又了解到那个村长黄明业需要钱，才威逼利诱，让他给我们提供人的。为了让他方便提供消息，我们还特意挖了暗道到他家，没想到只利用了1次，就被你们发现了。而那些山里面的暗道，早在建尼姑庵的时候就建好了，主要是为了送那些女子出入不被人发现。周青又问那些女子是如何在上夜之间被你们掳走的。那假冒庵主又道，先由我们下山选人，然后跟踪记录地址、家庭情况，然后由那几个守卫晚上下迷药，把他们一家都迷晕，然后再把相中的人扛走。周青道：“你们还真是好计谋啊！”审完，派人告诉了自己的好友，也就是邻县的知府，人已经找到了，让他派人来接。又马不停蹄地派人把人证物证全部送到那个青楼所属的府衙。很快就听到那个青楼的老板被斩了的消息，而那个黄明业夫妻俩也被判了流放。他的2个儿子因不知情，就没有惩罚，
但是村民们却恨他们入骨，把他们赶出了村，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：乞丐用秘术换养老送终。嫂嫂，我要喊人了。西汉年间，陕北方向有一个名叫北窑村的地方，村子里的人都以种植小麦为生，但是普遍收成都很低，家家户户的小麦在交完公粮后，基本都没什么存粮了。秦老汉就是北窑村人士，早年间也上过学堂，梦想过步入庙堂，酣畅淋漓地干一番大事，给家乡争光。没成功后，也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很自然的就接过他爹的锄头，当起了朴实的庄稼汉。叫他老汉，不是因为他年纪多大，而是因为他每天想的太多，导致自己比较显老。刚开始只是有人开玩笑，慢慢的大家都喊他秦老汉了。其实他今年也才28岁，儿子也才10岁。秦老汉离开学堂后就一直在种小麦，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太懂怎么把它种好。明明已经把麦苗伺候得很好了，可他们接的麦穗却还是很小，而且饱满的麦粒也不多。秦老汉家人口不算多，爹娘都已不在世，只一家3口而已。如果小麦产量高一些，凭他家的地和他夫妻2人的勤劳，每年还可以卖一些粮食补贴家用，而现在却只能填饱肚子。但是他是来是去，也翻阅了一些这方面的书，还是没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他的付出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，伺候的再好，麦粒也没见多起来。但是稍微松懈一下，少伺候那么一点点，收获就会马上大幅度降低。试的次数多了，秦老汉的妻子也不乐意了，心疼秦老汉太累了。之后秦老汉便也放弃，随众而为了。这天又是一天的劳累之后，秦老汉独自坐在自家门槛上，抽着旱烟休息。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家在他家门口的路上慢悠悠地走着。秦老汉看着那老伯，觉得很眼生，但还是好心地问道：“老伯，您这是上哪去呀？”那老伯听他此问，一边向他走去，一边回答道：“小哥，我是城里的乞丐，因为城里讨食越来越难了，就到这村里来看看，有没有那好心人赏我一点饭吃。”秦老汉看他确实可怜，就到家中给他拿了几个馍馍，又打了一大碗水过来，说道：“老伯，家中只有这些了，您将就着吃。”那老伯接过馍馍和水，忙道：“已经很好了，多谢小哥的慷慨。”话毕，也坐在了秦老汉家门口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秦老汉也不嫌弃他，看他吃得香，心里还挺高兴。那老伯吃完之后，也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跟秦老汉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。没想到他虽然是个乞丐，但是见识却很广。老伯还跟他说，他以前也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，那一手种小麦的技术，绝对是他们那片首屈一指的。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老天爷不给他们活路，连续干旱，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到外面过起了讨食的生活。秦老汉听到这，立马来了兴趣，赶紧追问他：“老伯原也是种麦子的呀？我家这边风调雨顺的，只是我试了很多方法，却还是没能让麦子的收成变多，不知道老伯可否指点几句？”问完，他也意识到这是一门技术，如果人家拿去卖，也是可以让自己活得很好的，不知道怎么却沦落到讨食的地步了。想必这其中也是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太开心的回忆，于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那老伯听到他这样问，盯着他看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家乡遭灾后，我一家人受了很多白眼，我的妻子和孩子更是因病惨死。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藏着那技术不告诉别人，其实我只是害怕罢了。
你一定知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。如果外面的人知道了，我肯定是没有活路的。我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估计也是活不长了。刚刚你主动询问我，而不是嫌弃地将我赶走，我心里就已经想好了，将这门技术交于你，也不算埋没了我自己的心血。秦汉听他说，他好像快不行了，问道：不知道老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是小问题，咱就治一治。我家条件一般，但是看个小病的钱还是有的。那老伯听他这样说，笑了起来，道：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没有多长时间了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帮我送终，不要让我曝尸荒野就行了。秦老汉听了，哪有不愿意的道理？于是跟妻子说了，两人把那老伯请回了家中，跟他说，让他在自己家里好好的住着，身体慢慢养总会好的。不管他能活多久，他们都负责给他养老送终。那老伯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接下来的日子，他非常尽心地教秦老汉怎么种小麦，还把他家祖传的做馒头的技术也一同教给了秦老汉。秦老汉两夫妻非常感激他，虽然小麦不知道会不会长得很好，但是按照他教的方法做出来的馒头，那叫一个绝。以后去镇上开一个馒头铺，生意绝对是差不了的。那老伯把他会的都教完了之后，就去世了。秦老汉两夫妻觉得很遗憾，按照那老伯的遗言，给他选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安葬了，还给他立了块墓碑，上书李忠之墓。来年，秦老汉按照老伯教的方法，收成真的比之前多了30%不止。两夫妻商量着，馒头生意也要做起来，到时候攒够了钱，就在村里多买一些田地，请人种，以后就再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。两人说干就干，刚开始租不起铺子，就在家里做好后，挑着去镇上卖。因为他家的馒头确实物美价廉，所以慢慢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日子按照他们期待的那样好了起来。秦老汉的儿子叫秦初九，因出生那天刚好是初九，便就叫了这个名字。他长大之后，秦老汉就把这些技术都交给了他。好在秦初九是个吃过苦的人，很珍惜得来不易的生活，把秦老汉教的东西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，想着这以后就是传家宝了。在秦初九18岁这年，他们在镇上买了一铺子，经营馒头生意。秦老汉见家里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便请媒婆帮秦初九介绍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，是镇上杂货铺老板的女儿王氏。那王氏本也是个贤良淑德的好女子，嫁到秦家后，相夫教子，伺候公婆也都做得很好，更是帮秦初九生了2个儿子。那2孩子，一个叫秦明，是老大；另一个叫秦阳，是老二。虽是同一个爹娘生的，性格却迥然不同。秦明小小年纪已经能看出他脑子很活，而且做事有些不择手段。秦阳却不同，他很善良本分，很多时候明知道秦明是为了得到他的某样东西才故意使诈，他也不介意，总说他是哥哥，让着他没关系。在秦阳5岁那一年，两兄弟一起去山上玩，不知道山坡边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秦明，他跑到那边玩，脚一滑，差点掉下去。秦阳看到哥哥有危险，什么都没想，就跑过去救他了。可救了秦明后，他自己却滑了下去。本来秦明是有机会救自己的弟弟的，可他却因为害怕自己掉下去，选择了漠视。那山坡不是很高，但下面全是石头，还好秦阳掉下去后没有撞到石头，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一只脚受了重伤。村里的郎中说，那只脚以后能好的概率很小。本来两人都是跟着王氏一起在村里过活的，
但是镇上的生意好了之后，王氏担心秦初九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也想让秦阳到镇上接受更好的治疗，便全家都住到了镇上。只秦老汉和妻子不想离开那些伺候了一辈子的田地，留在了村里。秦初九帮秦阳找了很多个郎中，还是没能治好秦阳的腿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个瘸子。幸好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，总是安慰家人，说还好只是伤了一只脚，他还能靠自己走动，这已经很幸运了。秦明从没觉得弟弟的腿是他害的，他就觉得那是他命中注定的，与救他无关。秦初九和王氏看秦明那样，也很无奈。要是别人家就算了，可秦家这门手艺怎么办？要传给谁呢？秦老汉死时交代秦初九道：种小麦的手艺就交给秦明，因为他的性子，如果从商的话，以后怕是会走上不归路。做馒头的手艺就交给秦阳，他老实能干，做事踏实，也许不会把生意做得很大，但保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也够了。刚好秦初九两夫妻也是这样打算的，所以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长大后的秦明总是拐弯抹角地问爹娘馒头的秘方，还总跟爹娘说做馒头生意不怎么赚钱，得再做点别的生意才好发家。秦初九跟妻子也明白儿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不管他怎么问，都坚守住秘密不说。但是他们也不想早早的就告诉他，他们以后都不会告诉他做馒头的秘密的。其实秦明志不再卖馒头，他觉得自己是做大生意的料，不太看得上做馒头，所以他有时候也只是随口问一问。他不像秦阳，每天都待在铺子里帮着爹娘做买卖，不用爹娘告诉。秦阳已经清楚了做馒头的技巧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爹娘说过，更不会跟哥哥说，怕他觉得爹娘更偏爱他一点。年纪轻轻的，每天做同样的事情，也从来没有怨言，爹娘看在眼里，心里对两个儿子也有了计较。但是到底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如果真让秦明又回到村里去种小麦，不仅秦明不愿意，他们也于心不忍。秦明天天在外面跑，在家里总也待不住。秦初九两人就想着，让他在外面多跑跑也好，多接触一些人，也许还能自己闯出一片天呢。秦明确实结识了一些朋友，也有一些人是家里做生意的。秦明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交的朋友也都还不错，肯定不会骗人，所以他对那些朋友很放心。这天，秦明跟一伙子人喝酒时，其中一个叫马俊的小伙子说：听我爹说，有传言今年的冬天会很冷，如果我们能筹集一些银钱，囤一批冬衣的话，今年肯定能大赚一笔。他话音刚落，另一个朋友马上就问道：马俊的爹是做皮子生意的，想来定是已经备足了货了吧？马俊听了，一脸遗憾的道：我爹说了，要不是今年我家开了一家新铺，资金周转不开，这笔钱是无论如何都要赚到的。这还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，我才跟你们透露一点，在别人跟前，我嘴可是闭得很紧的。几人听了，也甚觉遗憾。他们这一群人，也就马俊家里条件好一点，他都没有资金，其他人更加没有了。如果要合伙做这笔生意，也只能是马俊挑大头，他们凑点跟着他混点汤喝喝。没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秦明还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现在他感觉好像明知道有一块黄金在那里，可却因为自己脚程不够，看得到却拿不到一样，让他难受的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在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后，他下了一个决定，他觉得马俊肯定不会骗他，所以第二天一起床，他就跑到正在卖馒头的家人跟前，向着秦初九道：爹，我想好了，只要你们能给我100两银子，
以后你们这家馒头铺就给秦阳吧，反正他最喜欢的就是做馒头了。我自愿放弃这家铺子的经营权。”令三人听了，惊得一时忘记了反应。过了好一会，秦阳最先回过神来，他问道：“哥，你要100两银子干什么？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咱爹娘卖馒头也是小本经营，也没多少赚头，怕是拿不出那些钱。”秦明听秦阳这样说，心里更是看不上他了，觉得他就是做馒头的命，胸无大志，遂很不耐烦的道：“山人自有妙计，我肯定会用这100两赚200两，甚至更多钱回来的。你们只管拿了钱给我，等着看好了。”说完就期待地看着王氏和秦初九。家里虽然是秦初九当家做主，但是这会家里拿不出100两银子，所以王氏为难地看着秦明道：“明，也不是爹娘不相信你，只是家里这会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银钱啊。”秦明不相信，他看着外面买馒头的人群，说道：“娘，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我，肯定能想出办法的，对吗？而且我知道你跟爹肯定也发愁馒头铺到底给谁经营更好。我说了，只要给我钱，我主动放弃馒头铺，也是为了给你们解忧啊。”秦初九看着这个儿子，他每天都忙着铺里的生意，确实对他关注的比较少，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忙些什么，交了一些什么朋友。于是他问道：“明，你要那些钱干什么？咱们可是正经人家，那种坑蒙拐骗的事咱可做不得，做人还是得脚踏实地才好。”秦明听了，没有像对秦阳那样不耐烦，他耐着性跟秦初九道：“爹，您放心吧，我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很可靠的消息，有一笔铁定能赚钱的生意可以做。我现在先不告诉你们，到时候你们看着我赚钱就是了。”秦初九到底也是在外面待了这些年了，年龄也摆在那，想得更多一些。他问道：“你那朋友的消息可靠吗？是你自己做，还是跟他们一起做呀？他们出多少钱呢？”连续几个问题问得秦明很是无语。他说：“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我都已经18岁了，如果我愿意成亲的话，您都当爷爷了。”秦初九看着这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儿子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他们两口子也确实发愁这个事，现在他自己提出来了，干脆就随他吧。于是道：“可以，但是你要立个字据，写清楚你拿了钱之后，这家铺子都是杨儿的了，你再不能觊觎。”秦明看他爹松了口，哪有不应的，赶忙跑回自己房间，迅速地写了一张字据出来，而且还当着他们3个的面按下了手印，然后把那张字据交给了秦初九。王氏听秦初九说要给秦明100两，很是疑惑，问道：“咱家哪有100两银子啊？”秦初九对他道：“明现在要做大生意去了，杨儿这个样子种地也不太合适，我俩年纪也大了，干脆卖一些田地吧，留一点点就行了。”他俩馒头生意做好了，有了闲钱之后，确实买了一些良田，现在都请人帮忙种着，种子还是他们自己提供，每年那些粮食也能帮家里存下一些银两。王氏听秦初九这样说，瞬间就明白了相公的意思。本来那些田地就是为秦明准备的，这会他想要做生意，卖一些变成银子给他也可以，便没再说什么了。秦明看爹娘愿意筹钱给他，激动地跳起来，但是他也很沉得住气，心想这样的事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所以他又回到自己房间，消化这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去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甚至都把以后发了大财要怎么花都想好了。王氏忧心忡忡地问秦初九道：“相公，你真的放心明吗？这可是100两银子，不是小数目啊！咱这么多年也就攒下那些钱了。”秦初九听他这样问，
很是无奈的道：“我也不是很放心啊。可是你也知道明那性子，如果我们这次不给他那些银子，他以后肯定会怨恨我们，觉得是我们阻了他的财路。他已经长大了，自己可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。既然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那生意，我们干脆就成全他吧，成败都是他自己的决定。”秦阳之前一直没有发言，他知道秦明不耐烦他，这会看到娘那样担心，便道：“娘，您也不用太担心，咱家不还有这间馒头铺吗？就算哥哥赔本了，也还有退路。”秦初九听了他的话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他不知道，同样是他们夫妻的孩子，一个就那样狡猾，什么都只顾着自己，而另一个又老实的过分，什么都想着别人。他把那张字据交到秦阳手里，很认真地看着他说：“阳儿，虽然明是你哥哥，但是你也不要什么都想着他，还是要为自己做点打算才好。这间铺子是爹娘给你傍身的，不管明生意做得怎么样，铺子都不能落在他手里。爹娘也希望你们两兄弟以后能相互帮衬。但是明的性子你也知道，他心里从没想过别人。你的腿是因他而变成这样的，可他从来没觉得对你有任何歉疚。不是我们不为他想，而是你比他更适合，也更需要这个铺子。如果你把这个铺子给了他，他肯定不会管你的，而且他不一定会继续经营这家铺子。你的身体这样，刚好对做馒头生意也感兴趣，以后这就是你最后的依仗了。你哥是个健全的人，他比你要更适合，也更有本钱重新来过，懂了吗？”秦阳只是很忠厚，并不是傻，所以爹娘说的他都懂。他只不过是希望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而已。听了秦初九的话，看着爹娘一脸担忧看着他的眼神，他笑了，说道：“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为自己打算的。如果哥哥这次生意做好了，那当然皆大欢喜；如果他失败了，还整天异想天开的话，我坚决不会把铺子给他的。”秦初九和王氏听了他这话，放心了不少。没过多久，秦初九就真的凑齐了100两银票，交给了秦明。秦明拿着那银票，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。他满心憧憬地告别爹娘，拿着那100两出去囤冬衣去了。可秦明到底还是太年轻，也没有做生意的经验，一到批冬衣的地方就挑花了眼。人家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个新手，而且对这一行根本不了解，不骗他才怪呢。最后秦明买回去了一批很廉价的瑕疵品。秦明知道是瑕疵品，但是他想反正便宜，他便宜一点卖给穷苦人家就好了。进价这么便宜，还是可以赚钱的。等冬天一到，天确实冷得出奇，秦明感受着刺骨的寒冷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可他把那些冬衣摆出去卖的时候，却被来买衣服的人家骂得颜面尽失。原来那批衣服不仅仅只是有瑕疵，里面更全是芦花，只有很少量的棉花。这样的衣服送给人家，人友还会嫌弃，怎么卖？秦明傻眼了，在想去找卖给他衣服那人时，被告知那只是个过路客，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。失魂落魄的秦明回到馒头铺，大病了一场。虽然家里人很担心他，王氏更是愁白了头，但是家里却再也拿不出100两银子，让他重新来过了。之后的路只能靠他自己了。消沉了一段时间后，秦明又像以前一样意气风发了。他觉得吸取了这次的教训，下次他肯定能成功。秦初九和王氏看他那样，觉得是时候找个儿媳回来管着他才行，便不顾他的反对，帮他找了一个妻子萧氏。萧氏是一个农家女，介绍人说她是个泼辣的，秦初九就同意了。他觉得秦明就是要找一个能压得住他的妻子才好。
可让秦初九没想到的是，那萧氏确实泼辣，却是个好吃懒做的。知道馒头铺是秦阳的，秦明没有份之后，在家里各种吵闹，完全不理秦明之前立下的那份字据。秦初九和王氏做馒头生意本就辛苦，早年间还要顾着家里的田地，身体本就大不如从前了。现在被萧氏天天这样折腾，便双双含恨而终了。秦阳很讨厌萧氏，要不是他，爹娘还可以多活好些年。对秦明，他也很恨，如果不是他的纵容，萧氏也不会那样。可是爹娘虽然把馒头铺给了他，却没有说镇上的房子到底归谁，所以两兄弟都有权住在那里。秦明知道爹娘给他留了那些田地，但他在镇上住惯了，不可能再回村里，所以还是照爹娘在世时一样，请别人帮着种。秦初九恨他纵容萧氏胡闹，连如何种出好麦子都没告诉他，所以他每年的收成很差。他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心里很埋怨爹娘，甚至都不愿意去帮他们烧纸钱。秦阳以前确实还想着要不要把馒头铺拿出来，两兄弟一起经营，可他看到秦明的所作所为后，也很心寒，便也不再理秦明。秦明每天都异想天开着天降一笔银子，让他重新开始，却不会自己出去赚。而萧氏呢，在娘家时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，不知道那媒婆收了他家多少好处，才帮着他介绍了秦明。他看秦阳的馒头铺生意好得不得了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购买，秦阳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还请了2人帮忙，脑子就活了起来。晚上秦明回来时，他便跟秦明说：“我们得把小叔的馒头铺要过来才好，起码也要1人1半才行。”秦明听了，很是不耐烦的道：“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以前写了字据的，他不可能让我们也占一半。”萧氏看着他就来气，道：“有时候你还挺聪明，怎么在这件事上却这么愚蠢了？直接让他让1半出来，他肯定不会让。我们得用脑子，最好把他赶出去，馒头铺完全归我们就更好了。”秦明本就没几分良心，听了萧氏的话，他不再理萧氏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有本事你就去做吧。”萧氏听他不反对，心里思索开了。他首先得把那张字据拿到手才行，但是秦阳的房间他去搜过几次了，却是一无所获，还是得从他身上下手才行。这天秦阳在房间洗澡，萧氏忽然就冲了进去，他一副死不要脸的样子，说：“小叔子，只要你同意馒头铺分我们1半，我就出去，不然我就跟外面的人说你勾引我。”秦阳看他进来，心里想着，还好自己早做了准备，不然这会真是进退两难了。他躲在洗澡桶里，一点都不惊慌，冷笑着道：“萧氏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安守本分，所以早就做了准备，就等着你现出原形了。”说着，他就喊了一声出来，随后从衣柜后面走出来了一个男子。那男子出来后，拉着萧氏就往外走去。秦阳想着秦家的脸面最好保住，才没有把他拉去府衙，不然状告他一个不守妇道，勾引小叔子，那秦家就会沦为笑柄了。秦明知道了后，杀了萧氏的心都有。他没想到这个蠢妇居然能想出这种难以启齿的办法。他虽然自私，但却是个很要脸面的人。看到秦阳后，他都不用他多说什么，便拉着萧氏回了村里。他感觉自己再没脸面跟秦阳同住一个屋檐下了。爹娘也是从村里开始发家的，那他肯定也可以。可他不知道，他的爹娘是受了高人指点，才慢慢发家的，而他什么都不会，回到村里只能过凄苦的日子了。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
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